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嘿嘿嘿，哈哈哈！呼呼呼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出大事了！面具人今天会在节目的最后宣布一件重大事情，真的是大事呀！那就是面具人准备做慈善了。标题中也写到了，面具人要给大家发钱了，是不是？这个钱具体是怎么发？节目的最后我会给大家揭晓的，你们一定要看完这个节目哟。不看完的话，损失的是你。还有呀，最近呀，面具人我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赚大钱了。那今天的节目很简单，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面具人这几天带领咱们的老观众还有会员朋友们赚到钱的一些实战案例心得。新来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哟，不然的话呢，你很可能会错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赚钱机会哟。嘿嘿。各位还记得面具人最近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 Axie 吗？还有 SLP、AXS， 大家都还记得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 AXS 这几天呢已经翻了1倍之多了，马上就要冲击3倍了。AXS 翻倍仅仅用了几天时间？2天、3天时间、4天时间，最多不超过4天啊。你们也是能够从这个走势图上面很明显的看出来 AXS 它的上涨力道究竟有多么的刚猛了吧？而且呀，这个 SLP 也暴涨了，这俩呢这几天的单日涨幅基本都在15%以上。我会员群里面现在正在放鞭炮呢，为啥？因为面具人早早都已经通知他们，让他们提前埋伏了，然后呢，现在都赚钱了。同时呢，面具人推荐的 Axie 的价值也在暴涨。以前呢，一个 Axie 最垃圾的蛋只需要0.04个以太坊左右，而现在呢，却需要0.09个以太坊了。那这个蛋孵出来的怪兽可是不保质量的哟，你只是买蛋孵出来是啥样子没办法确定，那成品的怪兽就更贵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个蛋里面不保质量孵出来的怪都已经能卖能涨价如此之高了，更别说那些极品的强力宠了，对不对？那都已经是翻了好几倍了。我在之前的节目也给你们展示过，我0.2几个以太坊买的极品怪兽，现在呢能卖1个以太坊了。那么面具人之前玩 Axie 的投入是3个以太坊起步的，现在呢我算一下啊，我的资产差不多有50个以太坊了。你算嘛，220只 Axie 以及3块 Axie Land。这3块 Axie Land 的价位分别是3个、4个和9.4个以太坊。其中呢，4个以太坊的那个土地，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说啊，仅仅是一夜之间就已经从4个以太坊涨到了10个以太坊。那我一夜之间就差不多赚了6个以太坊啊，6个以太坊是多少钱？将近10万块钱了吧？啊，10万块钱人民币。不仅如此，更夸张的事儿还有呢，那就是面具人昨天呀看到了一块 Axie Land 中顶级地段之下的第2大类，也就是第2好的，也叫做神秘领域的地段，并且呢也是神秘领域地段当中的一块非常好的地。你们看图啊，这个图中的红色区域啊，就代表着之后功能开放了以后就可以挖矿的资源点，也就是钱。红色越多的地段以后呢，被动收益也就越高。那这个 Axie 的土地呀，你买了以后就可以派自己的 Axie 去挖矿赚钱，然后呢还可以收别的想要来这里挖矿的玩家的过路费、租金，可以说是一次性投入，长期收益呀。面具人昨天一看到这块土地，哎呀，9.4个以太坊真的好便宜呀！真的，我当时紧急的就开始凑钱，然后呢把这个地段抢下来了。昨天这块地的卖价是9.4个以太坊啊，官方直接抛售的。
相同类型的一手土地的价位都已经能够卖到15个以太坊了。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夜之间，面具人就已经赚到了6个以太坊了。也就是说，我一夜之间又赚了将近10万块钱，再加上我现在的200只 Axie， 面具人玩这个整个 Axie 游戏啊，现在的资产已经是超过50个以太坊了。哇，我算一下啊，呀，一套房子赚到手了耶！日后呢，这个以太坊要是涨回去了，涨到$4000的话，哇，2套房子赚到手了哟！哈哈哈。那话说到这儿了啊，面具人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了，那就是大家观察啊，比特币、以太坊都有所下跌，在今天啊，比特币又跌到了32000附近。那这也连带着导致了其他的加密货币出现了或多或少的跌幅，只有少部分的加密货币呈现上涨的趋势。可是呢，咱们的 Axie、AXS 和 SLP 就是这个少部分的明显的上涨的成员之一，它并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无论是小宠物 Axie 还是 SLP 还是 AXS 代币，它们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哎，那就奇了怪了，这个大盘大饼在跌，为啥你 SLP、Axie 就会涨呢？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生态，懂了吗？其他的币，比如狗狗币、狗屎币，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币啊，为什么会容易受到大盘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没有自己的生态，没有自己的经济循环，他们的价值涨跌完全依赖于市场的信心。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加密货币，如果说大家不信它了，它就没有价值了。尤其是你看啊，很多币一旦被宣布了不能进行某种支付了，它就会暴跌。也就是说，币这个玩意儿呀，你要是离了实用性，它依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这就是关键了。为啥 Axie 和 SLP 如此抗跌，并且不受大盘影响的关键点所在，就是因为它可以自成一体，它有它自己的生态，它有实用性。Axie 的玩家们可以在 Axie 的世界里面自由贸易，买卖自己喜欢的小宠物，可以组合自己的战队，和宠物们一起磨练对战。现在币安的 NFT 主页也都已经把 Axie 系列作为 NFT 的首推了。那你们想想嘛，收藏价值、娱乐价值，这些都是 Axie 它最大的实用性。娱乐行业、互联网、卡通动漫，可是全世界最赚钱的热门行业之一了，对吧？这是人类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面具人在推广 Axie 的初期啊，很多人还有点瞧不起 Axie， 说：“哎呀，这个 Axie 太幼稚了，儿童玩的东西，小游戏而已，还不如我开合约赚钱呢。”可是呀，各位观众朋友们，你回过头再来看一看啊。就看面具人我买的这2块 Axie Land 啊，一夜之间就让我赚了好几个以太坊，一夜之间就让我赚了10几万，对不对？那你说这没有比开合约还要牛逼吗？对不对？而且风险要比合约低得多得多，对不对？面具人我3个以太坊开始玩到现在，你看从我第一期做 Axie 的节目到现在啊，多长时间？我现在已经50个以太坊了，牛逼不？所以说，为啥你看中国的这些普通的底层屁民，他为啥就是被奴役？他为啥进步的速度就是慢？因为呀，他的脑子、眼界有问题，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差。很多人的这个思维还都只是停留在 old school 的阶段啊，比较怀旧复古。一看到那些新生的玩意儿，就觉得哎呀没啥不行，没啥大不了的，不好，哎，不怎么样。而实际上呢，这些新生事物依然在悄悄的、迅速的发展，而你呢，
就一步步的被甩在了后头。听懂了没？你看这个 Axie 呀，包括之后要出的 Axie 世界、Axie 土地，那里面好玩的东西就太多了。采集、开赛车、占领据点，还有类似牧场物语、动物之森的玩法，真的是潜力无限呀！你看别的币跌就跌了，对吧？跌了你也没办法。可是呢，别的币跌了，咱们的 Axie 很难跌，为啥？因为大家每天都要玩呀，大家都要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娱乐、社交和生活，再加上玩这个的年轻人居多。年轻人的功利心不会太强的，因为他们刚上社会，或者是面临的赚钱压力不会太大。很多人呢，他就喜欢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游戏里面充游戏，对吧？就喜欢收藏好玩的东西，游戏皮肤呀、小宠物呀，对不对？你看很多人玩腾讯游戏，充皮肤充几十万，抽那个龙虾皮肤，抽几十万抽不到，对吧？玩大话西游、梦幻西游，刷宝宝、买神兽都能花100多万、200万，充几百万的都有。所以说，别的币呀跌了就跌了，咱们的 Axie 照样玩，因为呀大把的土豪在里面充钱呢。而且你们想一下，这个腾讯它赚钱不？腾讯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对不对？腾讯赚的是谁的钱？就是这些年轻人的钱呀，对吧？你说你们这些 old school 还瞧不起这些年轻人玩的东西，可是人家早就赚大钱了。你还在那儿玩着那种最原始的赌博思维啊，想开合约啊，想炒波段，玩币一涨一跌的挣钱。你觉得你买个显卡挖个矿，你就是高端了，你就是牛逼了？那都是早几年前的人玩的东西了，对不对？还有呀，这个 AXS、SLP 它为啥很难跌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是 Axie 世界当中需要用到的消耗品。所以呢，随着这个玩家的增多， AXS、SLP 的涨价，AXS、SLP 的涨价都是必然的，并且 Axie 小宠物的本身也会涨价，因为它的数量是有限的。AXS 是用来给 Axie 繁殖的，那 AXS 的数量有限，就代表着它最终会消耗完。到那个时候呢， Axie 就无法繁殖了， Axie 的数量也就固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想想，如果官方不释放出新的繁殖方式的话， Axie 的价位就会涨得很高，对不对？物以稀为贵嘛。咱们别看等到未来了，就看这几天 Axie 的价位都已经翻倍了，你们自己打开商店去看一看嘛，对不对？ Axie 真的是双重保险呀，真的。为啥？因为大盘跌了就跌了，跌了你还能够在 Axie 的市场里面进行交易，你还能够把你的这个亏损给弥补到市场里面。厉害不厉害？你卖出来的还是以太坊，你卖更多的以太坊，是不是就把你的这个下跌的亏损就给追回来了啊？物以稀为贵呀，而且呀，这个东西好玩，实用性强，它的公益性也很强。公益呀，公益！我在节目最后给你们揭晓我为啥要发钱啊。那这个 Axie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随着玩家的增多， Axie Land 里面啊，你可以实现现实里面的功能，比如在这个 Axie Land 里面打广告、卖商品、做贸易、交友、社交、对接现实，做各种优惠联动活动。到那个时候，你在 Axie 世界当中有一片土地，那你能干的事儿可就太多了，对不对？这就是虚拟现实呀。在虚拟世界能够直接干现实世界当中能干的事儿，并且与现实世界有接触、有联动，这是不是很牛逼的事儿？你们现在再想想嘛，目前来看呢 ，Axie 的玩家数量也才那么一点点儿，对吧？几万人。可是呢，你往后再看，
等 X 的玩家数量达到了英雄联盟、魔兽世界、王者荣耀的那种热度的时候，你手中的 X 得翻多少倍呢？对不对？咱们就光看大陆那边，充个龙虾皮肤，玩大话西游洗个宝宝都能花几百万。你说你手中万一有一个极品 X 或者是特殊的限定的 X， 到那个时候总会有土豪找你买的，知道不？所以现在囤几个极品 X， 那真的是赚钱，真的就是金蛋。就算以后这个未来还没来，但是呢，你每天还可以用你的 X 对战，帮你赚取被动收益呀，是不是？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呀，从心理学上来讲，大家给 X 充钱的时候会很大胆，为啥？因为它可以自由贸易流通，所以说呢，它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充钱进去买 X 也不怕，为啥？因为买回来了能帮我赚钱，就算我不想让它玩了不想用它了，我还能把它卖掉，多好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呀，市面上还真的没有比 X 更强大的生态币了。不信你们去找一找，空气币多得很光凭一个嘴在那说，两片嘴一张，涨几百倍、几万倍、几千倍，可是呢，这个币你买到手里面了，啥都干不了。不像咱们的 X 能社交、能娱乐、能玩、能对战，是不是？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功能，未来会陆续的出来。咱们现在就想一下你手中的 X 你现在有了，等玩家数量翻了10倍以后总有土豪嘛，总有氪金玩家嘛，是不是？面具人目前呀有3块 X land 的土地，想想就爽。等今年下半年土地功能开放了以后，我至少一天收个500-600人民币吧，收人家的过路费、挖矿费，对不对？别人的 X 想要来我的土地上面挖矿，就得给我钱，这就是虚拟现实呀。未来年轻人们赚钱他真的不一定非得通过现实社会去搬砖，虚拟资产、娱乐价值、信息价值，这都是能够让大家发财赚钱的领域。你不懂，或者是你被淘汰了，那是你太 old school 了，对不对？好了，节目最后呀，给大家揭晓谜底，就是我开头说的，也是我标题当中说的，我要给大家发钱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尊敬的战友们，今天你们健身了吗？不开玩笑了，直接给大家揭晓谜底吧。那就是面具人准备成立 X 的公益组织了。这个组织的职能就是专门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或者是需要钱赚取生活费的困难人士。大家都知道，拥有 X， 让 X 去对战打架就能赚钱，对吧？面具人包括我的会员，还有很多群友，都已经有很多人有 X 了。我们呢，准备把自己的 X 免费共享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够进来参与这场财富盛宴，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问题。每天让大家都可以玩 X， 赚取几十甚至上百块钱人民币的外快，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免费共享给大家的，就相当于是送钱了嘛。相信呢，面具人的这个X 公益组织呢，能够解决很多人类似于无花燕、抹茶这类人的经济困难的问题的。当年呢，面具人火起来之前就深刻的讲过无花燕这类事儿。想起来都是眼泪呀。真正愿意帮助穷人的人又有多少呢？对不对？善事儿就让面具人我来做吧，反正我是赚到钱了，那我就回馈一下这些需要钱、需要帮助的人嘛。面具人近期呢就会成立 X 公益计划，有想要参加获取 X 赚取兼职收益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申请。留言的时候一定要附加上这句财富密码哦，记住哟，我只说一次，那就是
订阅面具人，免费领取 Axie 发大财。记住了没有？我会从留言中抽取幸运儿的，大家也可以尽量的转发这个节目，附上我刚才说的那句财富密码，转发完成了以后，截图发邮件给我，就可以增加被抽中的概率哟。好，有 Axie 的朋友想要参与进来的，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我们敬请期待，拜拜。